因為出生時拿錯孩子，導致28年的人生交換，是一場意外還是故意？當杜新之知道自己的兒子不是親生的，會做出怎樣的舉動？關於親生兒子的結局，是不是他故意導致的呢？為何這麼多年過去了，真相始終是個謎？那是1992年6月，發生在淮河醫院。這一天，同時出生的2個男孩不小心被拿錯了，導致28年的人生互換。姚策是其中的一個孩子，當時就被母親徐敏帶回了江西九江生活，而殊不知他的親生兒子郭威過上了另一種生活。因為被判為超生，導致無法正常生活，只好跟着養母躲到了親戚家中生活。徐敏一家生活条件優越，是軍人世家，丈夫是现役军人，父親曾经也是军人，現在是退下來的首長。徐敏作為家中最小的女兒，本就深受寵愛，因為小兒子的出生更加深受疼愛，因此姚策在家中極其受寵，仿佛被捧在手心的王子，大家都對他期望很高。相比之下，郭威就比较悲慘了。在养母杜新之的家裡，不仅生活条件不好，而且家中還有一個智障的姐姐。母親患有乙肝大三陽，再加上因为超生，所以沒有上戶口，成了黑戶。當姚策深受寵愛，過着幸福生活的時候，沒想到在上幼兒園的時候被查出了患有乙肝大三陽，這無疑是遺傳導致的。徐敏一家都變得十分焦慮和緊張，但是都沒有懷疑過姚策是否是親生，而母親徐敏卻把所有責任都攬到自己的身上，認為這一切是自己的錯。為了更好地照顧姚策，徐敏為此辭去了工作。兒子的治療費用很貴，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放棄，為了給他治病，全家人拿出了所有的積蓄。即使當時家裡的工資僅有幾百塊，但他們還是堅持給姚策打1000多塊錢一針的進口干擾素，為的就是不想讓他受那麼多委屈。就這樣，在安穩的生活條件下，姚策漸漸長大了。等到他大學畢業以後，直接被家裡人安排進入了醫保局工作，完全不用為生活煩惱。這都是因為母親徐敏覺得是自己害得姚策患上的這種疾病。由於從小到大，姚策都一直被寵着。後來姚策被查出了肝癌晚期，徐敏嚇壞了，當時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母親割肝救子。沒想到在醫院檢查過程中，發現徐敏和姚策並沒有血緣關係，不能進行肝移植手術。這時候，徐敏仿佛掉入了谷底一般絕望。面對着自己疼愛了20多年的兒子，徐敏沒有不理姚策生死，而是想盡辦法找到他的親生父母來救他。世間就是有那麼多的巧合，當時他的親生父母就站在他們面前。沒想到的是，杜新之卻以為這樣會導致自己身體不適，而直接回絕了他們的請求。但是徐母還是沒有放棄為姚策求醫。在外面奔波時，杜新之卻悄悄地把姚策轉院了，從杭州轉到了北京，最後於3月23日，姚策在北京去世了。徐母是最後收到他去世的消息，連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接到消息的徐母痛哭不已，從此陷入絕望之中。關於這件事疑點重重，感覺是親母杜新之一手的操作。據悉，姚策在3月22號去世之前，杜新之和妻子熊磊早就把姚策去世的消息賣給了北京某媒體，這令人疑惑不已。究竟是誰操縱了整件事？為什麼在23號被爆出姚策離開時，杜新之和熊磊兩人卻說姚策狀態很好？而且在姚策去世之後，杜新之卻說姚策留下的遺囑是要將房子留給妻子和兒子。可是姚策生前所說和遺囑完全不同，當他意識清醒的時候，是說要將房子和醫藥費還給徐敏，以此報答他多年來的養育之情。那麼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麼樣？本案的關鍵人物郭希之終於現身了。他作為28年前淮河醫院的護士長，當年負責給徐敏和杜新之接生。
其實郭希志是杜新之丈夫郭希寬的堂妹，但是杜新之卻在媒體面前說自己並不認識此人，這其中又隱藏着什麼秘密呢？更加令人疑惑的是，當年的病歷單，徐敏的病歷單完全记錄丟失，而且杜新之的也少了整整4頁，2個新生兒的出生證明也經歷過多次涂改。如今郭威的出生證也是被偽造的，而當年有能力接觸病歷單的护士又有誰呢？最可能的就是郭希志了。如今他现身了，他一现身之後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舉報別人。舉報的是一位一直致力於慈善事業的公益人士，曾經因為抗震救災而獲得過第1屆中華慈善獎多家慈善機構的創始人，微博 ID 叫做猫媽45。猫媽45表示非常感謝他的起訴，只要郭希志肯出面，就一定能推动案件的发展。当年伪造病歷以及损壞病歷的真相都會慢慢的揭開。但是觀眾們沒等來真相，等來的卻是徐敏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難道真相真的要被隱藏嗎？杜新之夫婦不僅在姚策離開時拒絕通知徐敏，而且還拒絕了徐敏律師屍檢的請求，並匆匆將姚策火化，對外聲稱讓姚策安息。其實姚策早就在22號就已經離開人世，而杜新之和他的妻子熊磊將他的死亡報道的首發版权賣給了北京某媒体，因此才会積極闢謠，不讓檢查也是怕事情暴露。事實真的如此嗎？公道自在人心，從姚策患病到現在，熊磊和杜新之无疑是獲利最大的，沒花1分錢得了賠款，得了財產，喜提新車，種種的這些行為都指向了杜新之和熊磊，但是法律卻不予立案，因為證據還不足。很多網友表示憤慨，如果沒有禍患，郭威恐怕現在也能考上好的大學，當上一名軍人吧。好在案件的發展得到央視的力挺，在央視的節目中，白岩松說出了自己的觀點：追責和真相不能停止，這則禍患人生勢必追查到底。不過我們也相信正義終究會到來，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相信所有人都會還徐敏一個公道。